对抗演习的规则和要点，明白了吗？明白。不够。你说。我还有一点不清楚。既然是实兵演习，总要分出个输赢胜败吧？请问，如何讲成输赢呢？这个嘛，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我们输了，我跟他一样，叫你一声师傅；如果你输了，啥也别说，赶紧走人，别浪费我们时间。好，一言为定。蓝军，听我口令，向左向右转，出发。想和我较量，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吧，看我怎么把你剁成饺子馅儿！哼！呸！你看给他牛的，师傅，咱们应该怎么行动？啊，咱们怎么行动，不能听我的，要听他的。啊？怎么听他的呢？游击战啊，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路线来制定我们的作战方案。首先要侦察敌情，要摸清楚蓝军真正的作战意图。我明白了，我带3个战士去完成侦察任务。好，这样咱们大伙都围过来，熟悉熟悉地形。来，都过来。外務省が画策している香港の秘密会議は順調かね。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べて思い通りに進んでいます。君は重慶政府が誠意を持って和議に応じると思うかね。重慶側に誠意がないのなら、交渉の前にこんな過酷な条件は出してこないでしょう。しかし重慶政府は主権は中国、強制管轄権について相談の余地はないと言っており、交渉の余地はほとんどなさそうだ。交渉とは双方の折り合うところで妥協点を探すこと。もしも我々が中国の主権、強制の管轄権を原則的に承認したとしても、我々大日本帝国の権益は具体的に保障させます。例えば軍の撤退計画、経済、軍事顧問団などの派遣については必ず文章化させます。しかし今まずすべきことは、重慶政府を交渉場に引っ張り上げることです。その通りだ。まずは氷を割らないと船は前へは進めない。しかし交渉の席では帝国の利益に関することは出すことなく、蒋介石に分から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交渉の機会はあくまで天皇陛下がお与えになったもので、もし奴が聞く耳を持たなければ、我が軍の鉄拳は容赦なく彼を襲うことになる。重慶側は今度の交渉に当局で最高権威のある人間を代表にするとのこと。この点から見て蒋介石は今度の交渉を重視し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我々も外交慣例としてそれなりに権威のある人間を交渉に派遣し、はっきりと誠意を表しましょう。ならば中国駐留軍の第二課長今井武雄中将を送り込め。今井武雄大佐のほかに敵人はいませんな。蒋介石が第二の不義になりさえすれば、我々も彼のメンツを重んじて譲歩しよう。一定の譲歩は必要ですね。さもなくば交渉は難しい局面に陥ることでしょう。欧州戦が開戦し、我々には何かのいい機会となった。しかし我々の主力は依然中国にあり、そこからは抜けられない状況にある。天皇陛下は品事変の早期解決をお望みである。そうすれば
何かにも兵力を避け、それが帝国の勢力拡大の早期実現にもなろう。だから私は香港の秘密会議の早期進展を願っている。この香港の秘密会議の失敗は君にもわかるだろう。それがこの内閣にとって何を意味するか。大臣だ。分かっております。鈴木君、君は孫子良に会ったことはあるのか？いえ、ありません。ですが、あらかじめ資料を探して写真を1枚、家族写真を見つけております。孫さん。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密使、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扩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子良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宋さん、お座りください。请坐。お座りください。それでは始めましょう。我们就开始吧。好，请金井先生赐教。本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本協議の題材は？本次谈判，国民政府曾有先决条件，まずは選定条件として提前贵方先有一个明确表态。立場を明らかにしておくと。それは中国の政権、行政権に口出しはさせぬということかね？是的。その通りです。それはこの協議は关于这一点，成果を見てから決めるということかね？金井先生，我们来香港谈判的事，上面交代我们，中国的主权及行政管理权是不容谈判的。所以，能不能请你们先请示一下国内？只有你们保证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展开后续的谈判。当然，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我们希望能在一个诚恳的基础上展开双方的谈判。当方はその件は先に置いといて、まずは簡単なことを先決して、それからということで判断するかね？那好吧。哎呀，我这几天呢，身体稍有不适，不宜久坐。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双方择日另找个时间再谈。談判の最中，なぜやめるんですか？不是终止，是暂时休会。中国人常说，凡事开头难呐。今天有一个良好的开头，那接下来的事情可就容易多了，不必着急于一时。告辞了。この傲慢さはどこから来るのかね？
この席で誰が主で誰が従だ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ね。あの方は院長の隕石でして貴族っぷりが抜けないのでしょう。大和の民のもと中国の民は陛下のしもべ。貴族などはおらぬ。信の言葉で書を忍ばざれば待望を乱る。どうか今のところは耐えましょう。行くぞ。委座。这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什么都收不到啊！白天日寇轰炸，炸毁了我们的无线电接收站。为什么不马上抢修呢？已经在抢修了。委座，子良先生从美国发来电报，说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在对华贷款的文件上签字了。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啊！是啊。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美国给我们几千万美元的贷款，而是在于世界上一个最强的大国和我们是越来越站在一起了。最近，美日之间的利益之争是初见端倪，国际局势变盘在即。几年前我所提出的苦撑待变，很快就会有结果的。赶快让他们抓紧时间抢修无线电设施。这个时候，我不能放过世界各角落的任何声音呢。是，直下马上现场督办。好，老毛啊，哎，正好老朱也在，你们看看。啊，文天，潘汉年的这个电报。什么？电报？这个蒋介石啊，居然派人在香港和日本人秘密谈和。咱们是不是在报纸上予以披露，揭露他们这个阴谋？此事要慎重啊！我们切不可做为冤屈于的事啊！可是，要等到蒋介石步了汪精卫的后尘，那局势就会恶变的。啊，朱老总，你是怎么想的？我认为我们不能过早的下结论，要静观以待呀。我对最近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做了些分析。欧洲战争日趋激烈，美国就会对日本减少石油供应，因为它也需要储备物资啊。日本呢，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必须夺取油气资源，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可它在冰封所及之地呀，哪个地方有大油田呢？只有印度尼西亚。可是，印尼又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英美能拱手相让吗？所以，英美和日本之间的摩擦必然会日益加剧呀。老王啊，你的这个分析切中要害。我相信呐，老蒋也在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他4年前就提出了苦撑待变的理论，他苦苦等待的，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现在啊，眼看就要有结果了，他还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吗？所以这个时候，要我相信蒋介石想不汪逆后尘，与日本人媾和，哼，我倒是宁愿相信，这是他蒋某人在和日本人玩的一套把戏呀。电告潘汉年继续密切关注，但不要做任何动作，静观事态发展。
我们赢了。好啊，辛苦了，大伙儿都辛苦了。破教官，服了，这回啊，我是彻底服了。行了行了，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大伙儿都很辛苦。今天咱们都回去好好调整一下。赢的一方呢，要想想怎么赢的；吃了亏的人呢，也要想一想自己吃亏在什么地方。知道吃亏在什么地方吗？这回啊，我们就输在敌疲我打上了。课堂上我讲的呢，演习中都实践了，但是演习归演习，真的要和鬼子刺刀相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一切要靠你们自己啊，随机应变，明白了吗？明白。哎，谁说输了以后叫师傅的？叫。是。李本忠，到。从现在开始，咱们谁都不许叫师傅啊！我告诉你，李本忠，你要是再叫师傅，我第一个关你的禁闭。是。何？香港の秘密会議はまだ何も進展がないのか？はい。今井武雄大佐からの電報によると、この総司令という人物は推し量りにくい相手で、交渉ではいつも肝心な点を避け、本筋の内容に関しても触れてこないと。また最近は体の具合が良くなく、交渉を遅らせていると語っています。そうか。我々が想像していたより交渉は難航しているようだ。しかしどんな困難があっても交渉は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香港の今井武雄中将に連絡し、中国側に我々の交渉の4つの原則を再度通告し、速やかに中国側の態度を明らかにさせるように。我々の交渉の4つの原則は、1つ、中継政府は明確に満州国を承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つ。第二事項、重慶の政府は反日行為を容認をやめることとする。第三事項、重慶の政府はワン・ジンウェイと協力をすることを誓うものとする。第四事項、重慶の政府は新中央政府の政策に基づき日中の状態を修復、正常化すること。啊，是4个必须是吧？是。当方は以上4つの事項、回答を重慶政府に求めるものとする。那好，我会把贵方的4条原则上达给天聪。告辞了。哼，这叫什么谈判？完全是城下之盟。校长，反正密谈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爱怎么提就怎么提。校长，您大可不必在意。不，既然是和他耍把戏，就把他耍得云里雾里。你们也向他们提出4个条件：第一，谈判时休战，日本方面首先做出撤兵的保证；第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第三，我国要求美国等第3国从中调停；第四，希望日本避免干涉我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以上4条，就是我国民政府对贵方4条原则作出正式的回应。我国政府也希望尽早地听到贵方能对于上述4条的回应。これが回答だというのか。这算是什么回应？帰国は外交の礼儀を知らない。これは全くもって遺憾である。彼此吧。
既然坐下来谈判，这条件嘛，总是对等的。你说呢，金井先生？その態度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ね。これではもって会議にならんではないか。看来宋先生缺乏起码的诚意。陛下に申し上げたいことがございます。陛下が蒋介石に反省を促す機会をお与えにな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不届きにも奴は陛下に反抗しようと、さらなる画策を巡らしております。陛下に敵対しようとする信濃輩どもは、武力でもって叩き潰すべきです。陛下、陸軍の対峙省における挫折、調査の戦闘における功なき撤兵、現在信濃戦場から東京の軍務に至るまで、あらゆる将官たちが気をやきもきさせております。絶対にこの屈辱を晴ら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今もし蒋介石への軍事行動を取りやめ、奴に一息をつかせ、再び奴に戦力を盛り返え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飼い犬に手を噛まれたことと同然です。その結果、皇軍の勇敢なる将兵たちの命をさらに奪う結果となります。陛下、お手元の地図をご覧ください。その地図の上に描かれた信濃半島、その地図の上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まるで日本を見下している鶏に見えませんか。陛下、我々はもはやその鶏のくちばしの先に置かれた泡ではないのです。これより先、未来永劫にわたってその鶏を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足元にひざまずか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配合所谓和谈的进行，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皇帝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自日寇集5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5战区15个军
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我33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此秋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是，魏佐。继续往下说。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香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5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统帅部决定，第5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步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使主力于香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9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此秋立即给薛伯龄发电报。是，魏佐。军报说，枣乡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左翼，准备第2次进攻长沙。那薛长官准备怎么部署？好好站岗。是。报告，委座电令。嘿嘿，委座也这么认为。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踢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战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10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10军、52军，还有74军，全都拉上去打。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这口恶气。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好。冈村宁次把他3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枣乡宜地区，使其后方空虚。据侦查，新墙河北岸只留下1个连队，约4000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10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
以营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占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乡镇属敌。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进、拉不出的难受。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啊，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直插敌人的心窝。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为什么只能是瘦猴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嗨，军座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哎，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我同意。我看行。诸位，敌人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18个据点，这就好比17、18个毒牙。等你们拔掉了这10几颗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啊，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叫虎口拔牙。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个？先拔这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乡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营长，那你说怎么打？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让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先打中间？对。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并且距离不能离得太近。营长，不能太远，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间，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工事，然后再狠狠地打他。你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小姐，来里边请。薄田君，为什么紧急约我？啊，这是上海煤机关转来的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科父广东人，在沪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薄田君，把它烧了。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留意这个人。好的，并转告煤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
我不在乎公不公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快，快，后边都跟上，快点跟上，快，快点！快点，上这个，上这个，都别说话。 都好了吧？好了，出发！局座，你在这儿。是我。好。局座，方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命令各师。 立即进入新墙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二元，上。行了，上。一连长、二连长，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是。出发。营长，还不动手？现在才8点半，要为1两2人留出时间。再等会儿。知りませんでした。我が大日本の伝統が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とは、まさに夢見心地でした。もしお米な門下の出ありえませんか。戦争のためでなかったら一生涯舞台を離れなかった。戦争が終わりましたら
中佐殿も舞台に戻れますよ。生きて日本に帰りたいものだ。走，是。走。敵は見えんぞ。遊撃隊の仕業だろ。警備を固めろ。相手にするな。どういうことだ。おかしい。人数も多いぞ。遊撃隊か。何をしている。撃て。撃て。もしもし、歌中佐だ。銃声が聞こえるか。避難軍の大部隊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命令を下す。速やかに援護せよ。我が隊を援護せよ。全隊集合。全隊集合。急げ。全隊集合。打！营长，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进攻了？别呀，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啊！你是说等新强镇的鬼子出来？新强镇里边是什么情况？小鬼子布局，咱们一无所知。咱们盲目冲进去是不行的，咱们得把他调出来打。行，这新强镇里边有几千号人呢。 咱们只有一个营，这不是白白送死吗？镇里边的鬼子到了，大部队早就过河了。营长，你真是把小战役变成大战役了。学着吧。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ぜ誰も。連隊長につなげ。 連隊長、我が隊は敵大部隊に包囲され、他のどの拠点とも連絡が取れません。非常にまずい状況です。皇軍の有志たる者、何が起ころうと慌てるな。戦士とは天皇陛下に捧げる忠誠だろ。20分持ちこたえろ。すぐ援護をよこす。はい。 和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南炮楼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现在就炸掉他！不，连长，还是我去吧。执行命令。是。 营
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快告诉营长，难得宝已抓回。是。呼调营部，呼调营部，迅速向营长靠拢。是。蓝碉堡已炸毁。报告营长，第一连长已经攻下蓝碉堡。发信号弹给师部。是。师长，信号弹。剑刀营得手了，速去报告军座。是。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对，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为什么要停止推进？冈村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坚能力。再说，还得防着冈村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敌人据点之后，原地构筑防御阵地。好。命令を下す。第3師団は義将を固守せよ。第13師団、33師団、39師団は第20旅団に入り、湘北の一戦で集結。3日のうちに新垣川北側を奪回せよ。報告、大本営からです。わかりました。外務省は先ほど今井武雄大佐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その内容は、我が国軍はこの1ヶ月間圧倒的な戦力を展開。そして王朝明とは上海で平和宣言を発表し、政治攻勢も強めたため、ついに蒋介石は態度を変え、すでに香港密の代表を通じ、我々との協力を行っていく方針を表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香港で秘密会談を開いた時は、蒋の態度はすこぶる良かった。だが結果はどうだ？我々をもてあそんでるだけじゃないのか？そんな人間に期待を寄せるとは何事だ！今は当初とは異なります。はじめ彼らは調査での戦いの勝利を考えていましたが、それは間違いであり、今は我々と交渉するのが妥当だと考えています。今現在、我が皇軍の圧倒的な軍事攻勢の下で、彼には交渉に立ち戻らせ、妥協が必要だと感じさせること。さもなくば、彼の政府と彼本人は中国政治の舞台から降り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この現実に基づき、我々の武力を不拡大占領区の支配下に置き、武力行使の一旦停止、そして蒋介石に反省を促し、天皇陛下の言葉に応える機会を与える。
諸君、先ほどの命令を取り消す。なぜ取り消す？湘北へ戻り、調査の雪辱だというのに作戦を取り消す。これは内閣の決定だ。我々は命令に従うまで。内閣の決定に私はいかに思う。非常にいかに思う。この間の討議では小委員長から引き続き討議を進めたいとの旨を受けた。陛下も賛同をした。軍事行動を停止していれば穏やかな協議が進められるはず。友好かつ率直な態度で協議を進めたい。好啊，很好。据我所知，贵国也非常看重我中华文化。那么，在我中华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字的理念，比如说和气生财呀、和周共济呀、和为贵呀等等等等。正是基于中华文化中这些关于和字的哲学，而使我们双方在停滞了1个多月后，又重新回到这张桌子前。当然了，和谈嘛，总比开战要好。不过，这可是事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不是3言2语就能达成共识，也绝不能作为开战的理由。比如说，就在我们双方离开这张桌子的1个月当中，你们就发动了枣乡遗之战。据不完全统计，我方伤亡8万6千多人，而贵方也伤亡4万5914人，2败俱伤。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人民的犯罪。その通りだ。你说对了。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する。このようなことが二度と起こらぬように。しかし、帰国は誠意を持って進め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ような事態は免れんのだ。残念だな。赵阁下这么一说，挑起这场华日战争的不是贵方，而是我们了。但据在下所知，早在嘉靖年间，确切说是1561年，贵方大批武士大举进犯我浙江台州，我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奋勇还击，9战9捷。宋さん、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今は協議を進める時だ。分かっているかね？好，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可是当下却是贵方的飞机3番5次向我首府重庆乱扔炸弹，这能表明是貴方的誠意吗？実際のところ、重慶の攻撃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進めれば、機構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では本題に戻ろう。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喝茶。それではお茶でも飲もうか。好茶呀！
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而茶道却盛行于你们日本。日本でより盛んである。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我真是开了眼了。挺香的中国的茶叶。我们继续谈下去。当然继续谈，请吧。汪先生来的真是不巧啊！机关长营佐真昭将军不在上海，要是信得过，汪先生的来意可以跟我说说，我尽快把汪先生的来意转告给营佐将军。那好，既然营佐将军不在，我和田中先生说也一样。今天我到这儿来，是想和梅机关商讨关于如何促使蒋政权尽快倒台的问题。请。好，请。请。汪先生有何高见呢？以日本之强，中国之弱，中国本断难坚持持久的抗战。重庆政府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获得强有力的装备外援，而这个最大的外援，就是来自于苏联。据可靠情报，最近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要是得到了这批武器装备，无疑会大大的提升重庆军的战斗力。正是因为苏联的军援支撑着蒋介石及其中国军队持久抗战的决心。如果帝国能够切断重庆政府与苏联以及英法美的援助线路，使重庆政府拿不到一块钢锭的外国援助，甚至连打造大刀片的钢铁都没有，他还凭什么再与帝国抗战？如果再辅之以对重庆的持续轰炸，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就指日可待。汪先生的确是给帝国出了一个事半功倍的高招啊！重庆政府已经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祸害的是中日两国，所以，我汪某不惜殚精竭虑，以搞垮重庆政府，使中国民众早日摆脱独裁统治，而享受和平的阳光。汪先生，不愧为帝国最好的朋友。我会即刻把汪先生的高见报告给营佐真昭将军。我相信，营佐将军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转达汪先生的善意。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告辞。慢走。刚才战役总结会上，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对的。这次新墙镇大捷，游击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别太沾沾自喜了。要对付像日寇11军这样的机械化强敌，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要打大胜仗，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报告。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进来吧。薛长官，参谋长，薛长官，参坐。起坐。来，请坐。啊。来，李玉堂，坐这儿。啊，不，长官，我还是坐这儿吧。嗨，坐。哎，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知道。我们打了胜仗，长官刚才奖励我们5万块大洋。您觉得少？
想偷摸再给我们补发点。你看我们俩，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怎么？这5万块大洋你都觉得后悔？要是后悔啊？李玉堂，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个抠抠缩缩的人，对吧？哪能呢？哎，你看，你们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虎贲，是我们第9战区的王牌。可是，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10军、第74军打造成能跟日寇1对1的强军。薛长官，如果您有这个想法，知下一定不辱使命。坐下说，坐下说，那么高的个子，说吧。说完了。哦，卑职也是。可是薛长官，光说没用啊，得有实际行动啊。可以提条件。我真的提要求了。想换装，对吧？你看，到底是战场上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一猜一个准儿。你少跟我来这套。薛长官，我们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换换装备。对，武器装备跟不上，想跟鬼子1对1的作战，那是空想。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也是打造一支强军的关键。对，薛长官说得对。薛长官经常说，战事决于平时，加强练兵，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嘛。我给2位长官报个实情。这次打新墙镇，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远远超过了日军。为什么？因为我们战士手里的海洋造、中正式，他打不了多远。还有的时候，往往后程成弧线，没有准头。可是小鬼子呢，他那3把大盖、歪把子，打得比我们远得多得多。我们往往打不到他，他就能打到我们。还有，我们机枪的数量实在是有限，在火力配置上的确比不过小鬼子。所以啊，这武器装备差得这么明显，我们伤亡能不大吗？薛长官，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换，要达到和小鬼子1比1的战斗力，那神仙也做不到啊！我是薛岳，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嘿嘿嘿，别来无恙啊！啊，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3宝殿呢。嘿嘿嘿，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2个军的武器装备。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2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嘛。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那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委座打电话。哎，
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啊，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接破下驴啊。教父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2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于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这又怎么了？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货单。这不挺好吗？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就是啊。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2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彭主任说的是法语，你还会说法语？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5年，后来因为9·18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敢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这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这事儿
还得再斟酌斟酌。薛长官，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是。彭主任，请喝水。薛长官，彭中华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可我薛某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械，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彭中华还在办公室等你呢，还是让他走吧。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彭中华，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10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10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也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2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我相信你，只是不瞒2位啊，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薛长官，
就让彭主任去吧。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来，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我只要李本忠，第10军358团第1营营长。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行。那我准备去了。不送。再见。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儿。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李本忠，到。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是。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执行命令。明白了。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当场击毙。明白了？明白。报告。进来。参座有何吩咐？马上给重庆发电报，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是。等等，给我。你要亲自发。明白。薛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嗯。你确定吗？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我明白。哎，注意保密。知道了。柯主任，哎，有您的信。柯主任，你没事吧？哦，没事儿。我出去一下。娟，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父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娟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姐，明玉，怎么你哭了？没有，